你在自己结婚典礼上播放了一段少儿不宜的视频。起初亲戚朋友还以为你玩得这么花，仔细一看，结果发现视频里的女主竟然是今天的新娘沈清瑶，而男主却不是你。就在大家震惊不已时，才发现新娘沈清瑶还没来。在所有亲戚朋友疑惑的目光中，你一手举着麦克风，一手拨通了沈清瑶的电话。第一通电话她没接，你没气馁又打了一遍。这次电话响了几声后，终于接通。从电话那头能清晰听到鸣笛声，现场来宾甚至能清楚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。众人皆在议论沈清瑶怎么开车出去了？难道沈家大小姐要逃婚？你冷静问道。你在哪儿？为何离开？沈清瑶不耐烦地说：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，订婚宴可后续补办。什么重要的事情？能比我们的订婚宴还重要？而沈清瑶恼怒且不耐烦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：我说了后续补办，我在开车，先不说了。你说补办就补办，你把整个会场和远道而来的来宾当做什么？又把我顾家当做什么？这个订婚宴我筹备了半年，你一句补办就能了事？最后你甚至不惜自毁名声地说道：和谁补办？新郎还是我吗？此语一出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沈清瑶也吓了一跳，不禁怀疑还是那个沸羊羊顾承泽吗？顾承泽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这是要悔婚吗？恐怕要悔婚的人也应该是我吧？我都与你说了，我先要赶去医院，那边有人等着我救命。你呵呵一笑，你是医生，你去就能救人。那你告诉我，医院里躺着的是谁？马上要死了吗？一刻都等不了吗？你非得在举行仪式时离开？台下众人，就连沈家也在纳闷，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谁有这般魅力，能令以高冷著称的沈家大小姐在此时离开，亲自开车前往医院？紧接着，只听沈清瑶寒声说道：我的助理陆晨。听到这3个字，台下彻底沸腾。陆晨不是沈总的助理，沈总毕业后就亲自招聘了他。据说这陆晨貌比潘安和沈家大小姐亲密无间，仿若一对闺蜜，哪有豪门里有男闺蜜的？见周围议论纷纷，沈家老太沈淑华坐不住，即刻安排人上去夺你的手机。可惜你早有安排，花10元雇了200个精神小伙层层把守。你继续问道：他出了什么事儿？这次是感冒发烧，还是被自行车撞了？我一直怀疑你俩的关系，到底谁是沈家总裁？若他只是一个小小助理，能让你沈家大小姐抛弃未婚夫，赶着送上门，鞍前马后？顾承泽，你能不要说风凉话吗？他既是我的助理，也是我的朋友，你不尊重他，便是不尊重我。闻此，你心里咯噔一下。是啊，你可知不尊重这个助理的后果？家破人亡，横尸当场。你正是因陆晨才落得英年早逝的下场。如今重生归来，你要一步步让这对狗男女声名狼藉，遗臭万年，让他们出名只是计划的第一步。想到此处，你继续说道：看样子你这个朋友比我这未婚夫还要重要。既然如此，你做个选择吧，我与陆晨，你选谁？沈清瑶未料你竟会说这番话，将他逼至如此地步。在他心中，他与陆晨情同手足，你竟如此龌龊地揣测他们的感情。回答我，你选谁？此时你仍咄咄逼人。沈清瑶心里暗自比较，发觉陆晨似乎更懂他，事事顺心。他脱口而出：陆晨。说完，他便急匆匆挂断了电话，提速飞快往医院赶去。只是此话说出口，他顿感心口莫名心悸，仿佛有至关重要之人离他而去。而另一边，台下的亲戚朋友亲耳听见了他的选择后，没有人再为他说好话。冷艳女神的滤镜碎了一地，沈老太太深感前所未有的羞耻。她恨沈清瑶不争气，更埋怨你毫不留情，竟当着如此多人的面将事情闹大。随即，她叫来一旁的沈家下人：你去给我把这个不孝女找回来，立刻马上！那个陆晨死了就死，如果没死，就让他真的被撞死。与此同时，沈清瑶已抵达医院，她身着一袭洁白的婚礼礼服，在医院楼道旁奔。从未有人在医院见过身着礼服的新娘，众人皆在猜想究竟是何状况。有些恋爱脑的女生已脑补出一场大车祸。这美女的男友想必病得很重，身患绝症，恐难熬过今夜，所以她的女友身着新婚礼服来送她最后一程。想到此处，有些女生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拍照发到网上。上一世正因网上的舆论发酵，等相关人员身份公布后，你一辈子都戴着绿帽。前世沈清瑶逃婚后，虽沈家狠狠责罚了她，并打算处置陆晨，但仍被沈清瑶以死相逼，护住了性命。而你这沸羊羊自然是选择了原谅。你的爱被网络上的键盘侠描绘成纨绔子弟，横刀夺爱，用家族势力欺压沈家，逼迫沈家嫁女。是你拆散了沈清瑶和陆晨，而陆晨犹如爽文男主般顽强活着，虽心有不甘，却仍爱着沈清瑶，始终守护在其身旁。在世人眼中，你就是那最邪恶的反派。而这一切沈清瑶都知道，却从未替你解释。她只是维护陆晨的名声，眼中根本没有你。此刻婚宴现场，顾承泽手握话筒，语气带着几分郑重开口：沈家大小姐既已做出抉择，我便成人之美。沈淑华心底莫名升起一阵不安，无论如何都要拦住他。他拖着苍老的身子挪到舞台前，急忙劝阻：承泽，别这样，有什么事咱们一家人关起门慢慢说。瑶儿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失了分寸，我们会好好管教她的。望着眼前这个喊了20多年的奶奶，顾承泽的神情不由得有些恍惚。顾家向来人丁单薄，早在他出生前，祖父母就已相继离世。高中那年，父母又遭遇意外离世。偌大的顾家，最终就只剩他一个独苗支撑。在
顾承泽无力支撑门户的日子里，是沈家伸手照料他的生活，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。沈淑华平日里对他也算照料有加，只是顾承泽心里清楚，沈家所做的这一切，从来都带着明确的目的性。过去这6年，那些原本属于顾家的产业，早已被沈家全盘吞并。重活一世，绝不能让这样的历史再次上演。沈家主，你姓沈，我姓顾，咱们之间何来一家人之说？顾承泽的话语冰冷刺骨，沈淑华彻底愣住了。她没想到那个平日里孝顺听话的孙女婿，竟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说话如此绝情。回过神后，她立刻端起长辈的威严。承泽，我好歹是你喊了20多年的奶奶，你怎能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快过来，听我的话。抱歉，自您孙女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起，您的孙女婿就不再是我，而是陆晨。如今我是以顾家家主的身份与您对话，您觉得这样的语气不合适吗？沈清瑶的选择已不是单纯的个人感情问题，她分明是将顾家的尊严狠狠摔在地上，肆意践踏。沈淑华心里清楚，再打感情牌已经毫无用处了。顾承泽转向台下众人，脸上带着一丝歉意：抱歉各位来宾，劳烦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我的订婚宴，没想到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闹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既然沈家大小姐早已心有所属，我自然不会横刀夺爱。从今日起，我顾承泽与沈清瑶正式解除婚约，往后男婚女嫁，互不相干。另外，烦请沈家帮我捎句话给沈清瑶小姐。我曾天真的以为我们的爱情足以跨越所有阻碍，可现实却残酷的给了我一记耳光。有些路终究只能一个人走。我正式宣布婚约取消。我不同意，顾承泽，你无权做这种决定，我坚决反对。出声阻拦的是钱志远，顾承泽的前岳父，他径直冲上舞台，满脸怒容地拦住顾承泽。钱先生，你凭什么反对？你女儿早已做出选择去追寻所谓的爱情，难道要我派人把她抓回来囚禁？这种不道德又犯法的事，我的家教绝不允许。顾承泽这番话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，沈家缺乏家教，才教出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儿。沈清瑶虽未触犯法律，却在有未婚夫的情况下勾搭他人，早已触碰了道德底线。钱志远仍不死心，放低姿态哀求：承泽，清瑶肯定不知道这个选择会导致婚约取消，她要是知道，肯定会回来的，你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。看着钱志远卑微哀求的模样，顾承泽嘴角勾起一抹轻蔑，缓缓摇了摇头。钱先生，你怎知我没给过他机会？是他自己把路走死了，毫无转圜余地。话音刚落，他转向台下的顾家管事：赵叔，我手机里有封昨天收到的邮件，里面存着些照片，麻烦你把它们投放到我身后的大屏幕上。这是要爆大瓜，来宾们个个兴奋不已，满眼期待。反观沈家众人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沈淑华急得心头发紧，恨不得立刻派人去抢夺顾承泽的手机。可现场全是顾家的人，他根本无从下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。片刻之间，电子大屏切换成了沈清瑶和陆晨的合影。照片里，沈清瑶竟身着婚纱，与陆晨亲密依偎。平日里鲜少露笑的他，此刻笑容甜得发腻，宛如青春懵懂的娇羞女友，满脸羞涩的和陆晨这个未婚夫同框。可与顾承泽同框时，唯有顾承泽满脸满意的笑着，他却毫无喜悦。台下瞬间炸开了锅，惊呼声此起彼伏。但这一张照片或许说明不了什么，可后续接连出现的几张带时间水印的照片，直接把沈清瑶架上了耻辱的行刑台。照片里，陆晨独自走到一间酒店门口，开门的正是沈清瑶，她笑盈盈地拉着陆晨进了房间，还主动关上了门。这画面足以引人无限遐想。还有沈清瑶送陆晨离开房间的场景，从陆晨进门到离开，时间跨度足足超过1个小时，这时长更添了几分不寻常。这1个小时内，沈清瑶换了2套衣服，起初是常服，后来竟换成了睡袍。送陆晨离开时，他发丝还挂着水滴，脸色泛着明显的枣红色。过来人一眼就懂这意味着什么，他居然捅对象还是自己的助理，这下实锤了，沈家再也没法狡辩了吧？我的天，陆晨哪点比得上顾承泽？沈清瑶怕不是脑子进水了，居然选他！台下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全是对沈清瑶的表。台下一直沉默不语的苏念念突然发难，猛地将手中的酒杯砸向地面。沈清瑶好大的胆子，立刻派人去找，把她给我抓回来！这般不知廉耻的荡妇也配嫁入顾家？她把我们顾家当成什么地方了？苏念念的声音里满是怒火，字字铿锵。苏念念今年28岁，她身材高挑，一袭剪裁合体的黑色晚礼服勾勒出优美身姿。苏念念比顾承泽大3、4岁，是顾家刚领养的女儿。6年前，她年仅22岁，就已接手顾家市值数千亿的商业帝国。多年的历练让她养成了强大的上位者气场。说完这番话，苏念念仍绝不解气，带着身边的手下就往外走，显然是打算亲自去抓沈清瑶回来算账。台上的顾承泽见状，连忙出声阻拦：姐，别去，千万别冲动。姐姐，你听话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不用你动手。从前只因沈清瑶不愿他与苏念念过于亲密，他便有意无意地疏远她，竟已有好些年没喊过姐姐了。好，我不去，都听你的。苏念念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，她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双眼含泪地望着顾承泽。此刻苏念念的心里满是狂喜与雀跃。纵使沈清瑶给顾承泽戴了绿帽，让顾家颜面尽失，但也让顾承泽彻底摆脱了那个女人，重新回到了他身边。两人的关系总算能恢复如初。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，便宜了沈清瑶那个贱人。不过他心里已然下定决心，绝不会轻易放过沈清瑶。安抚好苏念念后，顾承泽转头指向身后大屏上的照片，对钱志远说道：“钱先生，看这情形，你女儿和陆晨之间，你应该懂我的
意思，所以你的反对无效。另外，你的新女婿此刻还躺在医院里，我觉得你更该出面去关心关心他的状况。哦，对了，沈家主。顾承泽话锋一转，看向沈淑华。若是沈家第3代依旧要找上门女婿，您早该说清楚，我也好及时退出，免得闹出今日这般天大的事。在场的嘉宾们全都惊呆了，谁也没料到顾承泽会如此平静。面对这等羞辱，他的情绪竟没有丝毫波动，仿佛事不关己。杭城年轻一代无人不知，顾承泽爱沈清瑶爱得深沉，那是从青梅竹马延续了20多年的感情。为了博沈清瑶一笑，他恨不得掏心掏肺，付出一切。钱志远怎甘心放走这么优秀的女婿？他凑到顾承泽身边，压低声音劝说：“承泽，豪门婚姻本就如此，各玩各的罢了。瑶儿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转头就不认账啊！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”钱志远继续利诱：“你娶了她，就相当于得到了半个沈家的产业，就算不看往日情分，看在这些财富的份上，取消婚约的事也算了吧。”顾承泽看着眼前的钱老丈人，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脑回路。这顶绿帽他已经被迫戴了1次，绝不可能再戴第2次。钱？顾承泽嗤笑一声，语气带着不屑：“我顾家最不缺的就是钱，何须靠沈家施舍？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，正好。我现在要宣布第2件事。说罢，重新拿起了话筒。从今日起，顾家正式终止与沈家的所有合作。什么？绝对不行！这话一出，不光钱志远惊得目瞪口呆，沈淑华更是吓得身形踉跄，险些站不住脚。经顾承泽当众宣布终止合作，沈家手里的大量订单该卖给谁？这一招无疑是精准的釜底抽薪，直接掐断了沈家的财富来源。沈淑华顿时气急攻心，直挺挺地晕了过去。快送老太太去医院！沈家众人慌忙上前扶起她，急匆匆地撤离了现场。钱志远目睹这一幕，重重地摇了摇头，满脸颓然地跟了上去。片刻之间，所有沈家人都尽数离开了顾氏庄园，狼狈不堪。好了，各位来宾，这场闹剧到此为止吧。顾承泽重新稳住场面，语气温和：“婚宴虽无法照常举行，但晚宴仍会继续，还请各位赏脸，留下一同共进晚餐。”赵叔，劳烦你安排下去，所有来宾送来的贺礼全部原封不动退还。另外，顾家再额外准备一份赔礼。台下宾客望着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的顾承泽，无不暗暗称赞。面对未婚妻出轨的羞辱，他既没像懦夫般退缩逃避，也没像暴徒似的喊打喊杀，反倒始终情绪稳定，干脆利落地了结此事。台下的各位千金大小姐此刻看向顾承泽的眼神闪闪发亮，嫁入顾家，这是多少女人的终极梦想。顾承泽径直来到苏念念身旁，语气带着愧疚：“姐，这些年把整个公司都丢给你一个人打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从明天起，我就去公司正式上班，那些潜藏的蛀虫也到了该彻底清理的时候了。”顾承泽眼神坚定，语气不容置疑。苏念念声音带着哽咽：“承泽，你是真的醒悟了吗？”没错，我早该认清沈家的真面目，好在现在还不算晚，一切都还有补救的机会。是啊，比起上一世，他独自撑完订婚宴，半年后便与沈清瑶成婚，还为了留住他的心，将自己在顾家的全部股份都转让给了沈清瑶，付出了惨痛代价，甚至把顾家数代人积攒的海量财富也尽数交到了沈清瑶手中。可最终他换来的不是真心相待，而是沈清瑶的致命背叛，落得凄惨下场。10年之后，他变得一无所有，最终在顾家老宅里孤独的病逝，结局悲凉。苏念念用力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不晚，你们只是口头婚约，一切都好解决。好了，姐，这事儿咱们明天到公司再细聊。顾承泽放缓语气，乐队随即切换了音乐，所有与订婚相关的布置也被迅速撤下。顾承泽手持酒杯，在宾客席间穿梭往来，逐一向众人敬酒致歉，礼数周全，给足了每位来宾面子。承泽啊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你如此优秀，自然值得更好的女子倾心追随。哈哈哈！开口之人正是周德昌，杭城5大家族中周家的族长。周家实力仅次于顾家，也是一方商业霸主。他这番话绝非真心宽慰，在场众人都刻意回避此事，唯有周家敢当众提及，明摆着是借题发挥，故意羞辱顾家，打顾家的脸。顾承泽心里清清楚楚，却不动声色的回应：“周叔叔说的是，多谢教诲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妻子多了未必是好事，容易家宅不宁，内斗不休。”说完，顾承泽轻轻抿了一口酒，转身便头也不回的走向别处。周德昌瞬间脸色铁青，他怎会听不出顾承泽在内涵自己妻妾成群，家风不正？周德昌已年过70旬，和沈淑华是同一辈分人，却向来风流。相较于沈家、顾家人丁单薄的状况，周家堪称人丁兴旺，他的子孙后代多达数十人，最大的儿子都已到了要抱孙子的年纪，他却在1年前还让一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如今周家这5房的子孙个个不安分，都在暗中盘算着如何争夺家产。顾承泽随后走到郑家所在的区域，相较于周家的刻意刁难，郑家这边明显更为礼遇周到。郑家老爷子郑国安亲自带着孙女郑云舒，热情又亲切地接待了他。郑国安比沈淑华还要年长几岁，满头白发如霜，身形微微佝偻，精神头却十分拘束，眼神清亮。他的孙女郑云舒是杭城4朵金花之一，更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，追求她的豪门公子不计其数，若是手牵着手排队，足以绕西湖10圈。郑云舒比顾承泽大1岁，却至今保持单身，未曾婚配。面对郑国安老爷子，顾承泽以晚辈之礼恭敬相待，端起酒杯向他敬酒，随后又转向郑云舒，与他礼貌地碰了碰杯，举止得体。郑老爷子，今日之事让您亲自跑一趟，
实在是过意不去，晚辈受之有愧。顾承泽语气诚恳，满是歉意。郑国安温和一笑，出声宽慰：承泽，你不必如此，你父母都是我的至交好友，你的终身大事，我怎能不来？不然日后到了地下，我可没脸面见他们。哎，今日突发变故，招待多有不周，改日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访，向您老爷子赔罪。登门拜访自然好。郑国安点点头，你父母离世后，你就很少来郑家走动了，以后别叫我老爷子了，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叫我郑爷爷吧。顾承泽心思通透，立刻乖巧地应了一声。郑国安笑得十分开怀，你先去忙吧，不用特意招待我们。待顾承泽的身影走远，郑国安转头看向身边的孙女，轻声问道：云舒，你觉得这小子怎么样？值得托付吗？郑云舒沉吟片刻，回应道：爷爷，我只能说他城府极深，冷静得让人有些害怕。顾家能稳坐杭城之首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顾家的子嗣没有一个是简单角色，沈清瑶这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芝麻。郑国安听后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哈哈哈哈！你能有这样的见识，很不错。想当初就是我慢了一步，才让沈家抢了先定下婚约，不然哪里有沈清瑶的份，你才该是顾家未来的主女。不过现在也还不晚。郑国安话锋一转，认真的看着他，云舒，若是我让你去拿下顾承泽，你愿意吗？郑云舒万万没料到爷爷会有这般打算，随即脸颊泛红，娇羞的低下了头。沉默便等同于默认了爷爷的提议。夜色匆匆漫过天际，已是晚上8、9点钟，宾客散尽，顾家重归沉寂。两人返回客厅，对着桌上的醒酒茶默然静坐，空气里满是压抑的沉默。最终还是苏念念先开了口：承泽，你真要就这么算了？沈清瑶那个贱人竟敢这么对你，我实在忍无可忍。苏念念越说越激动，泪水终究没忍住滚落下来。顾承泽此刻也卸下了所有伪装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般瘫坐在椅上。上辈子顾承泽咽下了今日的屈辱，一路隐忍直到与沈清瑶成婚。可偏偏洞房花烛夜当晚，陆晨故技重施，喝得酩酊大醉后失足落水。沈清瑶连夜赶去，在陆晨家中守了整整一夜，直到第二天黄昏，沈清瑶才慢悠悠地回到婚房。那一晚，顾承泽彻夜未眠，可每当瞥见沈清瑶的脸庞，所有的埋怨与不甘都被他硬生生咽回了肚子里。婚后的沈清瑶常年不着家，自从接手了沈家与顾家的家业，便整日奔波在外出差。更过分的是，他每次出差都必定带着陆晨两人朝夕相伴，形影不离，亲密程度反倒比真正的夫妻还要深。苏念念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没少在顾承泽面前哭着劝说，恳请他收回沈清瑶的股份，趁早离婚。可彼时的顾承泽早已对沈清瑶死心塌地，无论旁人如何规劝，他都全然不顾。婚后第3年，他和几个朋友在外喝了酒回家，刚进门就瞥见沈清瑶与陆晨在自己的婚床上相拥热舞，怒火瞬间冲昏了他的头脑，他猛地冲上前去拉开，两人对着陆晨便是一顿拳打脚踢。令他始料未及的是，沈清瑶为了护住陆晨，竟拿起一旁的花瓶狠狠砸向他的头部，他轰然倒地，鲜血瞬间蔓延开来。模糊视线中只看见沈清瑶满脸担忧地查看陆晨的状况，而自己却被弃之不顾，最终因失血过多陷入昏迷，彻底变成了植物人。自那以后，沈清瑶便彻底销声匿迹，顾承泽再也没听过他的半点声音，唯有苏念念始终不离不弃，坐在床边给讲述外界的各种琐事，陪他打发难熬的时光。反观沈清瑶与陆晨依旧成双入对，招摇过市。没过多久，沈清瑶倒是回了一次婚房，可他此行的目的竟是直接把顾承泽从婚房里挪了出去，彻底将他摒弃。随后顾承泽被送回了顾家老宅，苏念念为了照顾他，毅然辞掉了工作，整日守在他床边悉心照料。可即便请来了各地的名医，也始终没能将他唤醒。陷入绝望的苏念念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报复，他暗中安排人手，也把陆晨打成了植物人。沈清瑶得知凶手是苏念念后，怒不可遏地带着人闯入顾家，就在顾承泽的眼皮子底下强行将苏念念带走了。从那以后，顾承泽便再也没能听见苏念念的声音。直到第8年，沈家派人正式接管了顾家老宅，而他则被毫不留情地送往了养老院。因为缺乏照料，他的身体逐渐腐烂，最终在养老院里凄惨病逝。回想起上辈子那暗无天日的10年，顾承泽的心底就涌起滔天恨意，恨不得立刻将沈清瑶与陆晨抓来剥皮拆骨，以泄心头之恨。但他也清楚，上天既然给了他重生的机会，就不能再如此莽撞行事。他亏欠苏念念太多，也亏欠整个顾家，他绝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给那2个贱人陪葬。顾承泽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宽慰苏念念：姐，这事儿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我要让整个沈家为他今天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你觉得对一个女人来说，什么东西最宝贵？顾承泽话锋一转，不等苏念念开口作答，便自己给出了答案：是名节，尤其是像沈清瑶这样的豪门嫡女，我今天就把她出轨的照片公之于众。虽说这么做难免杀敌1000自损800，但只要照片曝光，沈清瑶这辈子就彻底毁了，再也别想嫁入任何豪门世家。而且沈家为了家族声誉，绝对不可能容忍他和陆晨继续在一起，到时候根本不用我们动手，沈家自会出手收拾他们俩。顾承泽紧握着手中的茶杯，指尖泛白，语气恶狠狠的：而我们只需集中精力对付沈家，我要让沈家彻底万劫不复。他的眼神里满是暴力与凶狠，杀气腾腾。苏念念从未见过这般模样的顾承泽，只觉得他仿佛换了一个人，但转念一想，换成任何一个男人遭遇这样的背叛，恐怕都难以保持冷静。苏念念当即点头回应：好，承泽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，顾家就是你
最坚实的后盾。苏念念缓步走到顾承泽身旁，抬起手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，动作温柔的如同小时候一般。顾承泽心头一暖，上辈子自己变成植物人后，苏念念便是这样每天过来照料、翻身、按摩，事事亲力亲为。回忆翻涌，顾承泽再也忍不住起身，将苏念念紧紧拥入怀中。他在心底暗暗发誓，这辈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辜负苏念念，他是自己唯一要守护的人。他将头轻轻靠在苏念念的脖颈间，这份失而复得的温暖太过珍贵，瞬间击溃了他所有的防线，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苏念念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吓了一跳，娇躯瞬间僵住。算算日子，两人长大后就再也没有这样拥抱过。谁都知道顾承泽几乎是被苏念念一手带大的，小时候总是寸步不离地跟在他屁股后面。苏念念听见 his 哭声，误以为他还在为沈清瑶伤心不舍，心头微微一颤，随即轻轻环抱住他，像小时候那样温柔地安慰着这个爱哭的弟弟。一场痛哭过后，顾承泽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愤得以宣泄，整个人精神好了不少，眼底也重新有了几分生气。姐，你早点休息吧。顾承泽擦干眼泪说道，明天我们还要去公司，有很多事情等着处理。话音刚落，他便转身往外走去。你要去哪？苏念念连忙叫住他，满脸疑惑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要出去？姐，我去趟婚房，有些东西得拿回来，那是爸妈的遗物，绝不能留给沈清瑶。得知顾承泽不是后悔想去找沈清瑶，苏念念便放下心来，不再多问。他当即安排了人手送顾承泽前往婚房。看着顾承泽离去的背影，苏念念嘴角勾起一抹冷冽，轻哼一声，哼，沈家也该跟他们好好算算账了。他可绝非什么柔弱花瓶，22岁便能独撑顾家大局，还能让家族屹立不倒，这份能力早已无需多言。上辈子若不是顾承泽一味纵容沈清瑶，还强行夺走了他手中的权力，沈家根本没机会霸占顾家的家业，更不可能有机会把他抓走，落得那般凄惨下场。天海阁是沈家开发的别墅区，顾承泽与沈清瑶的婚房便在这。他推开房门，径直走入别墅，望着这熟悉又陌生的房间，百感交集，悲意瞬间涌上心头。原本顾承泽计划婚后直接住顾家老宅，却遭到沈清瑶的反对。他嫌弃老宅的江南园林风格太过陈旧，又觉得园林面积太大，毫无烟火气。恰逢此时沈家开发的天海阁小区正式完工，沈清瑶便让顾承泽将婚房买在这儿的1号别墅，作为小区楼王。这套别墅售价高达1亿5千万，也正因顾承泽的带头购买，原本滞销的楼盘瞬间起死回生。顾承泽的一众豪门好友见状，也纷纷在此置业，毕竟谁都想与顾家拉近关系。后续装修时，顾承泽又投入了5千万，所有装修风格全都是照着沈清瑶的喜好量身打造。装修历时半年，顾承泽全程亲自监工。在他看来，这里是两人未来相伴一生的家，半点瑕疵都不能有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精心筹备的一切，最后竟全便宜了陆晨。念及此处，顾承泽心如刀绞，一口鲜血猛地喷涌而出。他本就伤心过度，此刻更是支撑不住，直至昏倒在地。杭城中心医院内，沈清瑶对此刻的舆论风暴毫无察觉，她正守在陆晨的病床前，双手紧紧握着陆晨的手，满心都是心疼。万幸的是，陆晨并无大碍，没有像他母亲那般落得血肉模糊的下场，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只是被撞晕后，至今仍未苏醒。沈清瑶在病床前守了2个多小时，眼睛都没敢眨一下。她全然不知顾家发生的变故，更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杭城的名人，只是这份名气半点都不光彩。此前她穿着婚纱冲进医院找陆晨的画面，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舆论起初全是对两人可歌可泣爱情的赞美。在博主的刻意编排下，她成了穿着婚纱为未婚夫送最后一程的深情女子，说是要帮未婚夫圆一个结婚的梦想。网友们见状，一边惊叹沈清瑶的绝世容颜，一边大肆夸赞两人之间至死不渝的深情。这女生也太好看了吧，颜值堪比刘亦菲，能娶到她的人简直是修了8辈子福气，可不是吗？穿着婚纱跑医院，这绝对是真爱啊，妥妥的为爱奔赴。我又重新相信爱情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至死不渝，一生相守。然而舆论的风向很快就发生了反转，参加过顾承泽订婚宴的知情人了解事情的完整真相，纷纷在网上发声，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。我呸，纯属胡说八道。这女的叫沈清瑶，是杭城沈家大小姐，医院里那个是她的助理陆晨。今晚本该是她和顾家公子顾承泽的订婚宴，结果她在现场直接抛弃未婚夫，穿着婚纱跑到医院，见的是她那见不得光的情夫，根本不是什么男朋友。就这样的狗男女，你们居然还在这儿瞎祝福，我真是瞎了眼，快被你们气吐血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附上了订婚宴现场的照片，照片里顾承泽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中央，舞台后方的显示屏上还清晰地播放着两人亲密的照片，彻底坐实了沈清瑶出轨陆晨的事实。舆论就此彻底反转。在这位网友发声后，更多知情人也陆续站出来，在网上曝光了更多内幕。沈清瑶对网上的轩然大波一无所知，一进医院她就把手机关了，一来是不停有电话打进来，她怕吵到陆晨休息，二来是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向家里解释这件事，索性关机图个清静。在她看来，顾承泽只是一时接受不了，等他回去当面解释几句就能把他安抚好。只要顾承泽不生气原谅了他，沈家自然也不会责怪他。等后续找个合适的时机，他还要让顾承泽好好跟自己道歉，再重新求一次婚。他和顾承泽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向来都是如此，不管他做了多过分的事，只要他亲自站到顾承泽面前，他总会无条件原谅他。谁让他是尊贵的公主，而顾承泽只是他的守护骑士呢？这份百无禁忌的傲气早已刻进了沈清瑶的骨子里。可这次他显然打错了算盘，沈清瑶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。病房门突然被猛地撞开，沈清瑶被吓得浑身一颤，病床上的陆晨也惊得动了一下，却依旧没睁开眼睛。沈清瑶生怕是顾承泽
找了过来，压根没留意到陆晨的异样。进来的人是钱志远，他带着几名保镖，面色凝重地走进病房。沈清瑶看清来人，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下来，语气冷淡地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的语气里半点没有对父亲的敬重。钱志远似乎早已习惯了女儿的态度，并未动怒，只是缓缓开口：“瑶儿，你奶奶被气晕了。”现在就在隔壁病房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听到这话，沈清瑶立刻松开陆晨的手，站起身来，急切地追问：“什么奶奶怎么会被气晕？你怎么不早说？肯定是顾承泽没处理好事情，才把奶奶气成这样的。他就不知道先好好安抚奶奶吗？他人呢？是不是跟你一起来了？我非要好好问问他，到底是怎么办事的。”沈清瑶话语里全是对顾承泽的埋怨，他连看都没看钱志远一眼，转身就径直走出病房去找奶奶。钱志远没有主动提取消婚约的事，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病床上的陆晨，他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容，低声说道：“别装了，你这些小把戏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。”陆晨依旧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仿佛真的还在昏迷中。行，那你就继续装吧。钱志远显然已经看穿了陆晨的伪装，却没有当场拆穿。他转头对身边的保镖吩咐道：“你们两个留下来看好他，不许他离开这个房间半步。”是，保镖齐声应道。钱志远交代完，便转身跟着离开了病房。就在这时，躺在床上的陆晨眼皮微微动了一下，似乎想睁开一条缝，看看外面的情况。他刚勉强睁开一条眼缝，就瞥见两个魁梧的黑影守在床边，顿时吓得一哆嗦，赶紧闭上眼睛继续装死。沈清瑶走到病房门外，果然瞧见隔壁 VIP 病房外站着自家沈家的保镖，个个神色肃穆走进病房。他一眼就瞥见奶奶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顿时吓得哭出了声。王妈，我奶奶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王妈却欲言又止。她在沈家待了50多年，打小就跟在沈淑华身边，情谊深厚。沈清瑶也是她一手带大，她实在不愿相信大小姐会做出这般混账事。王妈轻叹一声，轻声回应：“哎，大小姐，老太太是气急攻心晕过去了，不碍事，过会儿就能醒。”话音刚落，病床上的沈淑华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王妈急忙上前搀扶沈老太太起身，沈清瑶也跟着凑过去帮忙，语气带着几分埋怨：“奶奶您没事吧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顾承泽人呢？您都晕倒了，他居然没跟过来。”沈清瑶对自己逃婚的事绝口不提，反倒理直气壮地觉得是顾承泽没照顾好奶奶，甚至不满他连医院都没跟来。谁知沈淑华猛地推开沈清瑶，语气满是嫌弃：“你离我远点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女。”沈清瑶这才意识到事情败露，可脸上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。奶奶，您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不就是一场订婚宴吗？后续再补办一次就好。顾承泽那边我会去解释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给您道歉。沈清瑶说完便掏出手机开机后就要给顾承泽拨号，沈淑华却立刻拦住了他。他清楚沈清瑶此刻还对外面的风波一无所知，贸然联系只会坏事。顾承泽早已宣布退婚，要是沈清瑶还以这副态度贸然致电，只会得不偿失，彻底激怒顾承泽，届时连半点缓和的余地都留不下。先别打电话，听我老婆子把话说完。沈清瑶哪敢忤逆奶奶，连忙乖乖收起手机，顺从的应道：“奶奶您说。”沈淑华靠在床头吩咐王妈出去，并把门关上。王妈应声离去后，病房里就只剩下沈淑华和沈清瑶祖孙两人。沈淑华脸色骤变，猛地勃然大怒，厉声呵斥：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啊，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，管不了你了？竟敢做出这等有辱门楣的事！我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”沈清瑶被吓得浑身一颤，委屈的泪水瞬间像开闸的洪水般涌了出来。她满心困惑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竟让奶奶发这么大抖。奶奶，我到底做什么了？您要这样骂我，我哪里有辱门楣了？你哪里有辱门楣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告诉我，隔壁病房住的是谁？他什么身份？配躺在顶楼的 VIP 病房吗？啊！沈淑华越说越气，其实已经在刻意顾及沈清瑶的颜面了。换做旁人，他早就破口大骂了。虽说沈清瑶和顾承泽尚未成婚，但两人早有婚约在身，已是公认的一对。沈清瑶如今的所作所为，就是妥妥的不守妇道。在沈淑华那个年代，这般行径的女人早就该被装进猪笼陈浆了。沈清瑶被问的瞬间愣住，陆晨的存在，她从未跟家里人提过，除了顾承泽，家里其他人都只知道陆晨是她的助理而已。沈清瑶莫名觉得自己被背叛了，急忙追问：“奶奶，您怎么知道陆晨在这里？是顾承泽告诉您的？他怎么能这样？我都跟他说清楚了，我和陆晨没别的关系，他只是我的助理。他也太小心眼了。”沈淑华被气笑了：“助理什么样的助理，能让你在订婚宴上中途离场？又有哪家的助理住院需要总裁亲自守在床边陪床？你们这算什么？老板和助理说出去谁会信？你这是把所有人都当成傻子耍吗？”面对沈淑华的连环逼问，沈清瑶彻底慌了神，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和陆晨的关系。但他心里清楚，这绝非男女之情，他对陆晨更多的是一种无血缘的亲情。可这话讲出来，奶奶会信吗？眼下唯有顾承泽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只要他站出来帮自己解释，奶奶肯定会相信的。他再次掏出手机，想给顾承泽打电话叫他过来。沈淑华看在眼里，却没再阻止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别白费力气了，我猜承泽现在不会接你电话的。”沈清瑶根本不信，直接拨通了号码，可顾承泽真的没接，
接。换做以前，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。他给顾承泽打电话，从来都是3秒内必通，可今天沈清瑶接连打了3次，电话那头始终毫无回应。哎，孙女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吧。沈淑华叹了口气，缓缓开口。沈淑华满是感慨，把沈清瑶走后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，从顾承泽给他打电话让他做选择，到最后当众宣布和他解除婚约，每一个细节都没落下，甚至还没提到他和陆晨开房的照片，沈清瑶就已经彻底承受不住。听到顾承泽当众宣布退婚，沈清瑶整个人都懵了，满脸都是不可置信。不可能，他那么爱我，怎么会取消我们的婚约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问清楚他什么意思，他怎么敢做这种事？话音刚落，沈清瑶转身就要往外冲，给我回来！沈淑华厉声喝止，你现在去有什么用？看着孙女连对错都分不清，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彻底失败了，整件事明明是沈清瑶的错，顾承泽这次不过是没再惯着她罢了。瑶儿，你老实跟奶奶说，你和隔壁那小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沈清瑶被问得一怔，眼神有些闪烁，顿了顿，犹豫着说道：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和陆晨能有什么关系？您相信我，我们真的只是同事，顶多算是朋友。您别听顾承泽胡说，我电话里说选择陆晨，只是说要先来医院而已，不是在他和顾承泽之间选了陆晨，我怎么可能放弃顾承泽？这根本不可能。沈清瑶后面这话倒是实情，她当时是被顾承泽的咄咄逼人逼急了，脑子一热才说出选陆晨的话。现在冷静下来想想，这话确实说的不妥。顾承泽分明是故意给他挖了个坑，等着他自己跳进去。可沈淑华压根不信沈清瑶这套说辞，看穿沈清瑶在狡辩，沈淑华失望到了极点。都到这时候了，孙女还不肯说实话，她气得胸口阵阵发疼。沈清瑶都到这时候了还不说实话，你这套解释我都不信，当天在场的所有来宾就更不会信了。你要清楚，今晚的嘉宾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其中不少是我们沈家的合作伙伴，有生意往来。要是你出轨的事情被坐实，会给沈家造成多大的损失，你知道吗？沈清瑶满脸错愕，震惊地追问：出轨？什么出轨？您听谁说的？沈淑华没有解释，直接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把他和陆晨的照片发给了他。沈清瑶点开照片一看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满脸惊恐：您从哪弄来的这些照片？是谁拍的？别管我从哪弄来的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，那个陆晨都死定了。就算顾家不动手，我沈家也绝不会留他，他就是你人生路上最大的污点。沈清瑶还在回想照片里的场景，一听奶奶要对陆晨下死手，急忙阻拦：不行，您不能动他，我不允许，您要是敢杀他，就先杀了我。沈淑华见他这般护着陆晨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，完了，孙女肯定和他有问题，说不定早就私定终身了。她浑身一软，瘫倒在床上，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沈清瑶压根没留意奶奶的神色，此刻她满心都想弄清楚照片的来龙去脉，急忙追问：奶奶，您到底怎么会有这些照片的？呵呵，沈淑华冷笑2声，现在知道慌了，你做这些不要脸的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这个后果？沈清瑶急得语无伦次：奶奶，不是的，我怎么会不考虑沈家？我真的没做不要脸的事，您一定要相信我。老太太早已失望透顶，哪里还会信她的话？奶奶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上周我和陆晨出差的时候拍的。那天晚上他是因为工作的事才去我房间的，我们在房间里就只是讨论公司的事，后来他不小心把咖啡洒在我身上，我才换的衣服。您要相信我，我是您一手教大的，怎么可能做那些不堪的事？听他这么说，沈淑华半信半疑。这些照片确实没拍到房间里的场景，可孤男寡女大半夜共处一室，最后沈清瑶还穿着睡袍送陆晨出门，怎么看都不清不楚，怎么想都觉得疑点重重。沈清瑶的这番解释根本站不住脚，见奶奶依旧不信，沈清瑶急得直接说道：奶奶，您要是还不信，我们现在就在医院，您现在找个妇科医生进来检查，让他看看我是不是还是清白之身。